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一颗迷你的蝴蝶兰。这一颗呢是在超市购得，它没有名牌，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名字。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其实我觉得应该算是庆幸，因为这个兰花开花今年，然后我整理了很多的照片放到一个资料夹里面，但其实我忘记那个资料夹的存在，一直到了现在好几个月过后，它开完花的好几个月过后，我才又发现它的存在。那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到2018年6月的时候呢，它那个时候已经开完花了，所以它就是在长根长叶。那本来呢，它的根系是非常非常的长哦。那我本来是有考虑这一颗我也要把它的根系都折一折放到它的这个瓦盆的外边，但是我后来没有这样做，所以它就继续又长根长叶我就不管它。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呢有陆陆续续掉了最后面的2片叶子，但是我不担心，因为看它叶子生长的状况，还有它根系生长的状况啊，我知道这颗兰花呢还是非常的健康。那个时候2018年的10月中旬呢，还是一样陆陆续续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根系正在长，而且每一个根系呢，它的这个尾端啊，至少是气根的部分都非常的绿。好，那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呢，很明显的有这个花梗的出现，但是呢，跟去年一样今年也是这样，就是它同时冒2个花梗，但是呢，只有其中一个花梗继续快速的生长，那另外一个花梗就是短短的。那到了3月初的时候呢，3月中旬才开了它的第一朵花。所以前后呢，从12月底算1月开始的话，到3月初这2个半月的时间所以等待的时间也是相当的长。那我在很多影片里面也是有跟大家提到，就说蝴蝶兰呢，在花苞形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它最忌讳的东西呢，其实不外乎就是环境的因素的变化，还有挪动，再来就是自己本身兰花的健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蝴蝶兰呢，在成长的过程，在长花苞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因为以上说的那些因素而造成消苞掉蕾的现象。那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常见在蝴蝶兰，甚至有时候你是在花市看到很漂亮的兰花，它后面还有几个花苞没有开，带回家全部都开不出来，原因就是因为环境的变化。那环境上面呢，有温度、湿度的变化，再来呢，光线方向的不同，还有日照的长短，再来呢，就是你有没有动来动去的因为浇水拿来拿去的，一下拿到厨房，一下拿到客厅，甚至就是帮它换位置，因为你想要换不同的地方欣赏你的兰花。再来就是本身兰花自己的健康也许烂根啊、病虫害都有可能造成它消苞掉蕾。好，这个是兰花在花开花的过程中呢，比较要去注意的，尽可能的保持环境变化到就是它的最小，尽量不要改变。那如果比如说你是湿度啊、温度上面的控制比较有困难的话呢，当然啦，就是尽量减到最低。像比如说加湿器的使用与否啊，或者是如果有中央空调来控制温度，都能够帮助你降低消苞掉蕾的这个可能性。这颗兰花看到现在呢，其实应该你有发现，如果你去年看到它开花的影片，你会知道它也是非常长的花梗，但是只有开3朵花的样子。那上一次的开花呢，是这颗蝴蝶兰呢买回来之后的第2次开花，这一次应该是第3次。那这一次的开花比去年明显
非常多哦，因为上一次只有3朵，而今年开了好像7朵还8朵吧。而且今年呢，因为我都没有挪动它，几乎位置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受到阳光的就是它的角度也一样，所以你看到它的花的呈现是相当的整齐的。这个东西呢是有办法人为控制的，就是在长花梗，然后还有长花苞的那段期间啊，你不要太去动它。那每次即便你真的要挪动它，因为浇水或者是清理打扫等等啊，你一定要放回去，然后尽量放到角度差不多一样，这样它接受阳光的角度一样啊，它的花苞长得就会相当的整齐。那这一颗兰花呢，是所有小蝴蝶兰里面啊，今年开花开出来是真的是最整齐的一颗。它的花朵真的就是间隔，而且每一个花朵都是朝向同一个方向，所以整个放在花架上面啊，我自己欣赏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哇，今年这颗兰花的表现真的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这边的技巧再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在长花梗的时候呢，你摆回去的位置尽量角度要一样，这样子你就有办法能够训练这个花梗它长的位置它长不要长得歪歪的，然后呢，它花苞形成的时候呢，它也是会向阳，那它就会比较能够呈现出整齐的排列顺序。另外呢，这个花梗今年我一样是没有在它长花梗的时候呢加一个就是支架，因为有些人喜欢看它的这个花梗是直直的往上，然后再垂下来。那我一般来说呢，我因为今年有蛮多的花都有开花，所以我其实比较懒得这样做。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时候太求好心切，你想要让它直挺挺的，在这过程中啊，有可能会把花梗弄断，所以你在就是帮它架竹签或架一些小铁枝啊，或者是甚至筷子哦，你在架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那花梗长的初期它是比较软的，所以呢比较容易去慢慢的让它适应这直挺挺的感觉。要么你就是很早的时候就训练，否则你到中后期它花梗已经长得挺硬的时候呢，你再想要把它就是由朝下往上掰，你就很有可能会伤害到花梗，有时候甚至弄断。那这是为什么另外一个我不喜欢帮他们把花梗架起来的原因。那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个人喜欢看它兰花垂下来的这个均匀的这个兰花的分布这是我个人的喜好。所以我很多的兰花在它们长花梗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让它们顺其自然长。当然我控制就是它朝向窗户跟接受阳光的角度尽量保持一致，这样子的话呢，我就让它自然的生长我就是最多就是这样子控制它的这个受阳光的这个角度，朝向窗户的角度。其他的呢，我就不太多做多余的动作，因为有时候做太多事情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困扰或是伤害。养护上面呢，这一颗它的介质因为还是原来的这个40% 的水草加上火山熔岩，60%左右的石头啊，火山熔岩，然后在瓦盆里面，所以呢，我对它其实给水给肥料的时候呢，都是用浸泡的方式，就是泡在这个透明的外杯就是让它有水是由上面浇到瓦盆里面去，然后让它快满出来之后我停止，然后它那个水会慢慢的从这个陶盆它下面的洞流出来，流到这透明的杯子里面，然后就让它这样子浸泡。那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再就是把水倒掉。那肥料上面呢是1/4浓度而已，所以今年这颗兰花1/4浓度就非常够让它能够长出这么多的花，所以呢这颗兰花今年表现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再来这个气根它长之所以这么好呢，跟我这边的湿度还有水质有关系。我大部分的兰花靠近加湿器，它的气根长得比较好之外，我还有发现另外一个最近我比较注意到的是，如果水质比较软这个是另外一个兰友跟我分享。那我后来回去看看我以前的这些照顾，我发现水质软一点对于根系的生长也是有帮助的。
不过呢，水质的讨论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课题哦，所以呢，可能就是将来的影片，安格斯在跟大家分享我对于水质上面怎么控制，跟用什么样的水上面的一些心得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